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被问到是否支持自愿帮助乌克兰的人时，他回答绝对的。不过，就在不久前，有2名英国雇佣兵在乌克兰向俄军投降被俘。他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现身，并喊话英国首相约翰逊，请求用被乌政府拘捕的乌反对派领导人梅德韦丘克换回自己。而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布兰登·刘易斯在接受天空新闻网采访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有关交换俘虏可能性的提问，只是强调这些英国雇佣兵前往乌克兰是非法行为。雇佣兵是一种特殊的职业，指以金钱为目的而参战的武装人员，是为了利益而参加一场武装冲突的团体和个人。俄乌冲突爆发后，尽管各国一再禁止本国公民私自前往乌克兰，但仍有不少人试图去乌克兰冒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大为鼓励，为了方便外籍雇佣兵入境，乌克兰方面自3月1日起对以志愿者身份入境者取消签证。此外，乌克兰外交部还设立了为乌克兰而战网站，给志愿者指明参战道路。还有国际安保公司挂出广告，日薪数千美元，高价招募赴乌人员，工作时间为立即开始。Ukraine has started welcoming foreign volunteers who are coming to our country, he said. I'm sure it will be successful. 希望通过雇佣兵来部分的代替乌克兰这个军队的一些功能，执行一些突击性的、比较有风险的一些任务啊。那另一个方面呢，通过这种雇佣兵大量的聚集，他也是希望能够向国际社会展现，就是说乌克兰它是获得各方支援的，一定程度上为了改善或者说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还表示，拒绝投降的外国雇佣兵不享有国际法对战斗人员的保护，将面临刑事责任。最好的结局是长期监禁。这样一个节骨眼上连续爆出这样一些新闻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反映出俄方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新闻的方式来向外界展示俄军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即便有这么相当体量大的雇佣兵在乌克兰帮助乌克兰作战，但是在与俄军的对抗中，他们伤亡是较大的，所以显示出俄军在战场上的这样一种力量。一定程度上，为了震慑接下来仍然还将陆续不断进入乌克兰的这些雇佣兵们。另一方面，美西方在制裁俄罗斯的同时，还在积极从俄罗斯手中抢人。据美国彭博社上周6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政府正研究放宽对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的赴美签证要求，欲用签证诱惑挖走这些专家，从而削弱俄罗斯的技术潜力。据报道，白宫近日向国会提案取消俄罗斯高科技专家申请就业签证时必须有现任雇主的规定。如果通过，这项提案将适用于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获得科学、技术、工程或者数学硕士、博士学位的俄罗斯公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证实，此举目的是在短期内削弱俄罗斯的高科技资源，并长远地削弱俄罗斯创新基础，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美政府希望吸纳在半导体、空间技术、网络安全、先进制造、先进计算、核工程、人工智能、导弹推进技术和其他专业科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俄罗斯专家。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欧洲等相关国家与俄罗斯方面都是相互关闭领空的，相互的航空公司也是被限制和制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才如何流动呢？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人才战啊，它是一种舆论战，是一种民心战。它是为了通过这种方式来动摇俄罗斯的民心，动摇俄罗斯国内相关领域的人才对于俄罗斯政府以及对于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态度，使得他们能够进一步的向西方靠拢。这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一种方式。